在拍摄《长津湖》前，导演林超贤突然提了一个意见，让《红海行动》中的队长张译来出演雷公。编剧蓝小龙当即表示赞同，因为在他之前编导的《士兵突击》中，由张译饰演的史金班长就深入人心。为此，他还专门找来了剧中的吴哲和元朗，出演《长津湖》中的于从容和谭子维。如果你足够细心，就能发现5万里所在的连队是7连。5万里，你现在是第7穿插连第677名战士。而《士兵突击》中，许三多所在的连队也是7连。列兵许三多到。钢七连建连至今57年，番号几经改变，一共有4956人成为钢七连的一员。是。其实，长津湖中的7连正是后来《士兵突击》中的钢7连。列兵许三多到。抗美援朝时，钢七连几乎全连阵亡，而被取消番号。被全连人掩护的3名士兵，却9死1生的归来。他们带回了107名烈士的遗愿。这遗愿就是，在这3个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年轻人身上，重建钢七连。从此以后，钢七连就永远和他们的烈士活在一起了。编剧的神来之笔，将2部毫不相干的影片巧妙的联动，让钢七连的历史多了一笔浓重的血色。身为钢七连班长的张译本最敢参演，但不巧的是，彼时的张译正在拍摄另一部由张艺谋导演的影片，因档期冲突的缘故，不得不放弃了长津湖。就在导演们一筹莫展之际，胡军毛遂自荐，因为他的父亲曾参加过抗美援朝，所以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演好这个角色。才知道我父亲在18岁左右的18岁的时候参加过抗美援朝。就这样，胡军顺利出演了雷公的角色。在片场拍摄时，还发生了一件趣事，因为自己的儿子康康是一个十足的军事迷，于是胡军就把他带到了拍摄现场学习。在一旁观看时，康康提出了许多意见，在剧组问过专家后，导演还真的为此修改了剧本。而胡军也受到儿子的启发，他觉得剧中雷公的角色不够饱满，于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修改了台词。原本雷公是个不苟言笑的勇猛战士，但他认为再刚强的人也会有温柔的一面，就像再强大的父亲在面对儿子时也会表现出宠溺，这才有了现在幽默善良的雷爹形象。雷公，你他妈是我亲爹！而剧中雷公左耳上助听器的设计也是胡军的想法，因为他觉得一个经验老道的炮手一定会被炮声影响到听力。这是雷公自己做的，就是像一个听筒一样，因为雷公是炮兵，右边的耳朵有受过伤，几乎听不到声音。为了在战场上能够更好的接收声音，然后呢，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小喇叭。助听器这个小细节更能体现出雷公的饱经风霜。电影中最催人泪下的桥段，一定是雷公舍生取义的一段。但在原来的剧本中，雷公牺牲前对战友们说了很多话，还嘱咐千里要把战士们好好的带回去。可胡军对此并不认同，他觉得人被标识弹灼烧，又被一辆车砸在身上时，喊疼才是最真实的反应。因此，胡军临时把台词修改了。疼死我了！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。这2句最朴素的台词，却道出了再真实不过的感受，让许多人潸然泪下。胡军演绎的雷公必然是成功的，将战士的热血与柔情同时展现了出来，成了全片最大的泪点，也是胡军对父亲以及所有抗美援朝的战士们最好的礼物，让后辈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，告诉了我们铭记历史的同时要砥砺前行。在拍摄长津湖前，导演遇到了一个难题，就是剧中5万里的角色该让谁来演，因为这是电影中唯一一个成长型的角色，演员会直接决定影片的成功与否，所以演员的选取尤为重要。现在的年轻演员要么有长相没演技，要么没长相也没演技，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就在导演们一筹莫展之际，旁边的助理提议，最近少年的女男主角演技还可以，要不让他试试。在导演们看了易烊千玺的表演后，发现他眼神里有一股倔强的劲儿，这正是5万里需要的东西。但是他能演绎出成长性的人物吗？于是导演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邀请了易烊千玺来试镜。所以我们去约他那天，就凯歌导演、徐克导演、我加于东总，我们都在。我们用各种方法跟他说话，他就是就这样。但是呢，我们又切进的很突然，看他的直觉反应。你看他不动声色说知道了是，但是他所有的都有，他眼睛里都反应了。见完了，我觉得前后有2个多小时吧。他走了，所有的人说就是他。就这样，倔强的易烊千玺来到了长津湖剧组，但在拍摄第1场戏时，他就 NG 了16次。16次是我开机以来第一次经历
这是很难得的一次。因为是第一次出演这样的角色，动作还要跟传和摄像配合，难免会出现失误。在多次尝试后，终于过了。就是他，陈姐，你自己满意吧？挺好。电影里的吴万里被大家保护，剧情外的易烊千玺也同样被大家喜欢。吴京更是把他当成儿子看待。比如电影中5千里把吴万里耍得团团转，就是吴京和儿子的娱乐项目。后来他将吴万里的脸捏成包子，这其实也是吴京对儿子的习惯。在拍摄一家4口吃饭的片段时，导演为了体现人物性格，于是让易烊千玺表现出一股狠劲儿。狼吞虎咽是在这一场戏里边的某些镜头中间，千玺的状态。吃饭就是看出你是一个特别狠的人。但他并没有理解导演的意思，导致连吃了8大碗米饭，就连吴京都忍不住调侃：易烊千玺不能再吃了，你连吃东西都没得吃。虽然易烊千玺有失误，但他在电影中的表现毫无疑问是出色的，把一个人物的成长刻画的恰到好处，让观众通过他的眼睛看见了战争的残酷，也让我们知道了抗美援朝的困难程度。无数先辈在异国他乡抛头颅洒热血，只为让后辈们免受战争的苦难。所以我们要铭记历史，砥砺前行，为了让后辈不再遭受战争的炮火，要共同努力，把祖国建设得更好。见过敌人的飞机吗？飞机屁股后面大门一开，下来的都是枪炮，可我们是一片一片的黄衣服，一个一个的挨着。牺牲的兄弟，我们该叫他啥？行军6天6夜不吃不睡的冻死在路上，我们该叫他啥？那些冲到离敌人10米的地方才投掷手榴弹，自己被炸死了，叫他们啥？没有冻不死的英雄，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，只有军人的荣耀。叫啥呀？第677名，吴万里。